大家好，欢迎来到 K 线西游战法频道。那么昨天晚间美股出现了一定的反弹，我们看到了这轮反弹起源一轮的下跌过程。那么下跌过程当中，我们看到了形成了一轮日线级别的下跌西游，分别由悟空阴线、八阶阴线、沙僧阴线组合、唐僧阴线构成。那么一轮日线级别下跌西游完成之后，跌破了144均线和169均线的重要支撑。那么根据我们 K 线西游战法时间级别切换、方向切换，有日线级别下跌西游完成之后有一个4小时到小线级别的反弹。那么这里面我们看到的它的反弹过程源于3月16日，也就是上周四的这根阳线。那么这根阳线呢，我们也可以认为是日线级别的悟空阳线。有了悟空阳线之后，后面进行了一个调整，这个调整过程我认为是一个干扰性的 K 线，也叫妖怪 K 线，干扰了反弹的一个继续。那么在调整之后，我们可以把这3根阳线阴线两阳加一阴合并成一组悟空阳线组。那么有了悟空阳线组之后，上方我们就有八戒阳线、沙僧阳线、唐僧阳线的一个预期。同时呢，在上方对于美股来说，波峰连线和波谷连线这个位置上出现了一个焦点。焦点位呢，往往是黑洞效应的表现，也就是说，这个黑洞有可能把价格重新吸引上去，最终呢完成一轮对称性的下跌和上涨。就是日线级别下跌西游之后，有可能出现日线级别的反弹做回补动作。那么也就是说，目前行情出现316的这根标志性的悟空阳线之后，就有可能出现回暖回弹的行情。那么同时我们看到比特币最近连续上涨，那么美股的下跌趋势呢，正同比特币发生背离。那么我认为背离就是这个现象呢，最终呢会走向同步，也就是说，美股和比特币会重新同步出现一个反弹和上涨的一个趋势。那么比特币的行情当中昨天冲出了一个新高28483点。那在这个趋势上，我们看到了一轮完整的日线级别上涨西游。我们看到前面的下跌过程刚好打到一个均线系统两条均线分别是144均线、169均线这2条均线非常神奇。到了这个位置之后，开启一轮反转行情。那么这轮反转行情的标志性的阳线就在312的这一天312之前是一个危机行情，是一个暴雷的一天但是今年的312出现了一个反转行情。那么312出现悟空阳线之后走出了一个八戒阳线、沙僧阳线组沙僧阳线组往往是非常波折有这个干扰性的 K 线比较多，类似我们的人生多震荡。那么行情走到317这一天，一轮完整的上涨西游的最终的一根 K 线唐僧阳线出现这就形成了一轮日线级别的反转日线级别上涨西游的反转。那么行情走到这里面，虽然不断创出新高，但是它的上涨速率是减缓了的也就是说，根据我们 K 线西游战法一轮日线级别上涨西游之后，它要做一个小时线级别的调整小时线级别到4小时级别的调整。那么这里面我们看到它的调整过程包括了28336高点到这个27000美金调整的动能是非常弱势的，证明多头依然在线。那么在小时线级别上，我们可以看到一个非常窄的收敛三角形通过波峰连线和波谷连线，可以看到这个窄的收敛三角形正在运行。那么窄的收敛三角形呢，意味它的震荡比较多，在末期就容易酝酿出一个快速上涨行情。这也就是老玩家说的横有多长，纵有多高因此呢，这个位置不发生跌破不跌破27600美金，就有可能在接近焦点的这个位置上发动一轮变盘动作。那么接下来的行情，我们要重新看到一个标志性的日线级别上涨 K 线才能够判断下一轮日线级别上涨西游重新开启。那么在周线角度上可以非常清楚的看到，那么目前1月9日走出了悟空阳线，然后是八戒阳线组走得非常忐忑。八戒阳线组走完之后上周行情走出了一个沙僧阳线。
那沙僧阳线走完之后，如果发动周线级别的上涨，那么目标点位是在32000美金附近。同时呢，这个位置我们可以看到周线级别的140均线和169均线啊，构成了一个压力区间。那么在这个压力区间范围之内，我认为首先要突破28500啊这个位置的压力，也就是169日均线压力之后，才能够到达31500美金啊，或者是32000美金。啊，那么最终呢，完成本轮行情的一个周线级别的上涨。虽然这轮反弹还在继续啊，但是我认为4、5、6月份啊，调整的概率还是比较大的啊，因为目前来看啊，仍然是比特币熊市的第2年，那往往一轮大的牛市开启的时间点，一般是在比特币调整1年半左右的时间啊，所以呢，4、5、6月份啊，对于多头来讲啊，还是要小心谨慎啊，因为这些规律啊，是从历史 K 线当中看到的啊。比特币它的调整时间往往很长，同时呢，我们看到本轮行情，比特币啊，它的调整幅度仅有77%，那么前2轮牛市啊之后的调整，比特币的调整幅度都在85%。因此呢，对于这轮比特币来说，它的调整幅度是不足的。啊，所以呢，在这一轮反弹结束之后啊，要进行一些减仓动作啊。这些减仓动作呢，是保留住了你的利润，同时进行一些套现啊。再者呢，是在行情2次触底之后啊，把这个筹码重新收集回来。那么对于多头行情来说啊，高位变现，低位重新接回，这样呢，能够让你把币增多啊。增多之后，你才有足够的筹码去迎接下一轮牛市的到来。这2天观察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现象啊，就是以太坊和比特币的交易对在日线级别上跌破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支撑。这条支撑线呢，是从21年5月份震荡过来的啊。我们可以看到21年5月份形成的波峰连线连过来之后，通过焦点位在这个位置形成了一个支撑。那么当前行情对于以太坊和比特币的交易对来说，已经完全跌破了支撑线啊，这就有动能让这个交易对快速下行。也就是说，目前对于以太坊来说完全不跟随比特币的上涨这是一个非常奇怪的现象。那么回到以太坊的行情当中，我们可以看到以太坊目前它的调整是非常大的昨天比特币冲出新高，但是以太坊下跌了3%重新回到了箱体结构当中。那么箱体结构的上边线就构成了反弹过程当中的上涨过程当中的一个压力位那么下方的支撑呢，是在$1600的一个筹码区间，同时呢，再往下的箱体底部是在$1500。也就是说，目前如果做多以太坊的话，你要考虑$1600和$1500这个区间再接回来再把这个筹码接回来但同时呢，以太坊和比特币也是相对同步的虽然跟的没那么紧了，甚至以太坊和比特币的比值正在不断的快速下跌但它也是相对同步的。那么在周线级别上，我们可以看到以太坊走完悟空阳线之后正在走的这一轮行情依然是周线级别的8阶阳线那么对于以太坊来说，本轮行情如果比特币暴涨的话刚才我们提到了比特币的上涨预期是在32000点，那么以太坊会跟到2100到$2200这个区间最终呢和比特币同步完成。那么这轮行情 CFX 还是非常有看点的我们看到了第一轮日线级别上涨吸收之后做了2轮的日线级别下跌吸收的调整这里面是2轮日线级别下跌吸收做对称性调整之后行情重新发动重新启动，同步了比特币目前 CFX 是和比特币跟随效应最紧密的强势币种它几乎是比特币的3倍合约3倍的多头合约那么回到 CFX 本身，我们看到它的这轮上涨走出了一个悟空阳线、8阶阳线、沙僧阳线组合、唐僧阳线之后，再度创出一个高点接近$0.5。$0.5这个位置上出现了一定的调整
这个调整也不用过度担心。但是我们在昨天大概上午的时间，在0.45美金附近做了部分的减仓大概有30%的仓位做一个减仓动作，因为长期看好 CFX 波动出高点之后减仓一部分然后底部位置再接回来。那么根据我们 K 线西游战法，这里面走出了一轮日线级别上涨西游之后，大概率会有小日线到4小时级别的调整。那么目前来看，小日线级别调整已经破位到4小时级别因此呢，我们可以看到8点20号8点，昨天早8点呢，这根阴线呢是悟空阴线，然后走8阶阴线。那么接下来的调整可能会达到0.35美金附近同时呢，0.35美金也是小日线级别的这个11440均线、169均线逐渐上移过程当中可能会到的一个位置看到这个位置。现在是小日线级别144均线、169均线，大概位置横到这里就是0.35美金所以呢，这也是4小时级别调整的一个目标位，在小日线级别上可以看到的一个支撑位那么再往下调整它就会归类于日线级别调整那么它的一个低点可能会更低，所以呢，在下跌的过程当中，不断的把原有的高位抛出的仓位补充回来，这样呢能把币做多最终呢在趋势上会获得未来牛市行情一个更多的利润同时呢你在高位套现之后，你的心态也会变得非常好在良好的心态环境下你去操作你也会舒服一些，不会被更多的震荡更多的波动放弃自己底部换来的筹码因为我们知道行情当中位置是非常重要的。底部的筹码，你可能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买不回来，甚至永远都买不回来。因此呢，无论怎样的上涨，怎样的回调呢，你的仓位控制要做到，不要全仓都抛出去起码要留50%以上的币持币在手你才能获得未来。那么昨天领涨榜排行第一的是 REN 据我观察，它是一个混币器然后是一个老币种大概是在17年、18年发行的这轮行情呢没有什么表现，同时呢它的我们看到这轮行情它的下跌幅度最大下跌96%还可以因为我们知道很多币都下跌了99%。那么昨天冲到了榜一大哥的这个位置，我们也看到了它的上涨行情也是没有什么力量的。同时呢，我们看到我们根据消息看到它的第一个混币器这个产品已经完全下线了然后正在等待它第二个混币器的产品上线也就是青黄不接的时候它属于什么呢？它属于类似 FTT 的这种浪子回头，也就是说，如果出现好的利好消息，它会快速拉上来毕竟这个老币筹码相对分散一些相对分散拉的动作过程当中也会伴随大幅的回调所以呢，昨天进入榜一大哥之后接下来的行情当中对它的关注要有，但是要清仓要分仓介入这样呢才能够保证你在这个本金安全的前提下谈获利。那么好，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非常非常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和鼓励，希望大家能够给我一个一键3连，让更多的朋友能够了解 K 线西游战法，感谢大家，再见。